葉童老師一直係我心中嘅女神嚟㗎，佢着女裝嘅時候又可以風情萬種，又可以清純可人，而佢扮男仔嘅時候真係英俊瀟灑。對於我嚟講咧，佢係美貌、智慧、氣質同埋演技於一身啊！如果我話俾你聽，葉童係非科班出身，你信唔信呢？哇，真係㗎！嗯。我諗係因為我當時係唔會好似而家有咁多嘅藝員訓練班啊，或者係讀一個專業嘅課程啊，去成為一個專業嘅演員啊。我諗我哋當時係可能係有機會曝光啦，或者有機會吸引到人注意咧，就有機會會成為一個演員咁樣。我記得我嗰啲年代好多都係可能係透過模特兒工作啊，或者透過選美啊，去進入一個電影圈，即係而唔係真係一啲科班去進入呢一個演藝界嘅。咁當年亦都啱啱我係遇到一個都好好新嘅，同埋一個好百花齊放嘅一個年代啦。咁俾我有機會去嘗試唔同嘅片種啦。咁亦都可能因為我當時都係一個新人啦，咁俾到大家有好多嘅可能性啦。覺得我係一個新人，咁可能即係唔同嘅角色都好想俾到機會我去試啦。咁所以相對嚟講，我都幾幸運可以試到唔同嘅角色咯。喺1982年，葉童仲係 model 嘅時候，佢遇到佢嘅伯樂譚家明先生，佢演出咗佢第一部電影《烈火青春》。我諗可以講話係譚家明佢大膽起用我呢個新人啦。咁當時《烈火青春》呢出戲咧係世紀電影公司嘅其中一部戲。咁因為我好新，其實我都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工作壓力其實就作為一個新人就冇乜嘅，因為都唔係好清楚發生咩事，只係想盡量去拍好導演嘅要求啊，大家對我嘅要求啊，去完成嗰個鏡頭啊。咁最大嘅壓力就係我嗰個年代就係菲林啦。咁會有人話俾我聽，菲林好貴㗎，你唔好咁多 NG 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壓力啦。咁所以基本上我都俾自己一個概念，就係每拍一個鏡頭，我都盡力去演我個戲。咁所以後期都會有人話：哎呀，葉童好似好過火啊，演得好盡啊咁樣。咁其實我就係覺得，係咪可以即係快啲演好啲，或者完成得順利啲，咁我就可以令到嗰個 take OK 咁樣。嗰陣時佢得19歲嘅咋，已經得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嘅提名。對於一個啱啱入行嘅靚妹嚟講，真係非常之叻㗎。攞咗獎之後咧，就會覺得大家會對我有一啲嘅期望啦，同埋又會覺得呢個獎係大家嘅俾我嘅殊榮啦。咁似乎唔應該辜負大家對我嘅期望，咁反而呢一方面就會俾到一啲自己無形嘅壓力咁樣。嚟到2023年，葉童帶住佢演出嘅電影《我愛你》亮相上海電影節紅毯。喺呢套戲裏邊，佢將阿茲海默症患者嘅痛苦同埋迷失演得淋漓盡致。同埋呢一次合作咧，係佢同梁家輝先生嘅婚姻物語之後嘅再一次合作。佢哋共同演繹咗一對黃昏戀嘅戀人喺生命嘅盡頭點樣互相守護嘅美好。其實呢一套戲咧，我有睇到㗎。其實我睇完之後咧，遲遲都唔能夠平復自己嘅心情，因為佢哋兩個咧真係演得好好喎。香港電影將香港獨特嘅文化、景緻同埋普羅大眾嘅生活面貌，以大銀幕嘅方式帶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我自己作為幕前工作者，可以參與其中，我真係覺得好自豪啊！我的確經歷過一啲年代，就係香港片係令到周邊嘅國家都好驚喜啦，好中意我哋嘅戲啦。咁其實我覺得嗰種影響力咧，到目前都係存在嘅。好多時我睇返而家有一啲
周邊嘅國家嘅電影，我都覺得會睇到香港電影嘅影子喺裏邊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好榮幸咯，因為香港人其實係一個咁細嘅地方，你可以話佢好商業，或者你話佢好有創作，亦都係同時存在咯。不斷充實自己，力求盡善盡美，呢一個都係副導演盧寶山山哥一直堅持同埋追求嘅。做一個副導演咧，除咗你基本嘅嘢你要知道咗之後咧，第二咧最緊要就係喺現場咧，點解叫執生啦？執生嘅意思就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係要一眼觀七，燈光搞緊乜嘢，攝影搞緊乜嘢，你要全部都要知道晒。點解咧？因為你知道晒之後，又點會去安排啲演員點樣到，點樣去做某一樣嘢？你唔係單方面睇某一樣嘢，你係要睇好多方面。好多方面，好似譬如話有邊啲地方係睇唔到嘅，有啲地方睇到嘅，有啲地方唔係連戲嘅嘢，有好多嘢你係顧好多樣嘢㗎，唔係淨係顧住畫面上邊嘅嘢，側邊嗰嘢咧，譬如有人行，有冇人行過啊？有冇其他嗰啲嘢飛嚟飛去啊？個演員點樣啊？咁樣我哋要睇，最主要都係睇演員嗰啲動作，跟住會唔會有連戲嘢啊，或者嗰啲其他嘢，由先同導演講所有 OK ready 啦，就可以拍電影。佢由1978年入嘉禾公司做場記開始啦，跟住1984年就做咗副導演啦。對於佢嚟講，其實做場記都係一門大學問嚟嘅，唔單止要細心啦、謹慎啦，同埋要靈活變通嘅。所以佢積累咗好多寶貴嘅經驗，之後咧變成一個一眼關七嘅副導演啊！咁啊，70年代嘅副導演也好，場記也好咧，即係嗰陣時我啱入行做咧，係做場記開始嘅。咩叫做場記咧？你每一場戲有啲嘢記住，記乜嘢啊？記個演員嘅動作啦，肉眼睇完之後就寫落去。咁我嘅文字又唔係好清楚，即係咪寫得好詳細，好詳細。呢個人乜嘢用左手乜乜，又乜乜乜乜，用處喺邊度咧？就交落去剪片，剪片係做乜嘢嘅咧？點解會剪我啲片啊？或者我剔幾咁啊？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剔幾就 OK 噶啦。榮升咗副導演嘅山哥依然唔敢偷懶，佢覺得過得去同埋令人滿意係好大嘅差別。當然佢係選擇後者啦。點為之叫人哋滿意咧？你要知道你要做，要知道要好多樣嘢咯。譬如話打光啊，你要識唔識啊？攝影你識唔識啊？點解會攝影你會識咗會好多咧？因為攝影機你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個叫做鏡頭。每一個鏡頭個用處喺邊度？每一個鏡頭個 size 有幾大？你係做個副導演，你會要知道點樣安排。顧名思義，副導演係導演嘅左右手嚟㗎，所以除咗基礎工作之外咧，佢哋仲要根據唔同嘅 feedback 做出唔同嘅調整。最緊要你自己做手，你自己本分嘅嘢先。本分嘅嘢就係你做好晒啲嘢，亦都唔會有人抽秤到你做某一樣嘢。意思就係多與少，好與壞啫嘛，係嘛？佢覺得你做到好嘅嘢，佢亦都 OK 嘅，咁就 OK 咯。副導演咧係一個好萬能嘅人，點解咧？佢會捉到導演要嘅嘢。你話即係你話俾一個特約也好，話俾一個臨時演員都聽就好啦，佢唔會感覺到你要嘅乜嘢。所以話副導演咧有3頭6臂都不為過，因為佢要打通演員、導演同埋各個崗位嘅大門嘅。好似而家我哋副導演有好多時比較叫做嗰個 timing 係咪啊？要捉個 timing 係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哋現場收音嘅，我有一個副導演企喺個攝影機後邊，俾 Q 嗰啲演員出入，俾 Q 邊個演員入嚟。咁我呢個就係嗰個我哋個副導演個用處，亦都喺度。隨住中港兩地影視文化嘅頻繁溝通，香港嘅副導演亦都採納咗內地所長，將統籌任務列入工作範疇。佢哋充分利用崗位優勢，整理拍攝計劃，確認服裝、化妝、道具、裝備，把控晒成個劇組嘅進程啊！喺香港嘅副導演係唔會做統籌嘅嘢嘅，但係咧大陸係全部都係有個統籌去做呢樣嘢嘅，變咗咧。
我哋而家個副導演，香港嘅副導演咧，慢慢咧就係做埋統籌啦。因為點解副導演做統籌會好咧？因為佢會知道晒所有嘅劇情，即係佢同導演比較親密，佢會了解到嗰個行程咧。咁啊，佢會出個統籌、出個計劃書咧，就會好多。方浩源源哥本身係電子廠員工嚟嘅，70年代佢跟隨劇照師陳旭入行，之後佢單獨為《天才與白痴快餐車》嘅電影進行劇照拍攝。嗰陣時，大部分嘉禾電影都係出自佢嘅手筆，一做就係40年啦。邵氏咧就係劇照嘅起源。嗰時有個師傅叫周思清，咁佢教咗好多徒弟出嚟嘅。咁咧就有啲做黑房啊，有啲成啦咁樣。嘉禾咧就係啲人咧全部都係喺邵氏出嚟嘅，係宣傳部。周文懷啊、梁豐啊、何冠昌啊咁啊出嚟，咁啊帶咗其中一個影劇照嘅師傅陳旭，就係我師傅啦。咁咧就成日過去黐黑房咁樣。黐得多咧，咁啊佢有啲嘢電子上嘅嘢要問我，咁我做電子嘅，我同佢整啲計時器啊，唔使數啊，以前冇咁多啲沖印嗰啲器材冇咁多噶嘛，咁啊整得多咧，咁啊不如入行啦，咁啊中意玩呢啲，咁啊帶咗我入行入嘉禾。第一部戲咧就應該係《天才與白痴》嗰時。劇照係我哋認識一套電影嘅開端嚟㗎。咁影劇照咧，絕對唔係齋撳下快門咁簡單啊！除咗要影出電影嘅氣氛同埋意境之外咧，都需要全面細緻嘅觀察能力，同埋喺實踐中總結出嚟嘅方法㗎。一張好嘅劇照咧，就係你符合到嗰個導演嘅要求，同埋嘅演員嗰個表情嚇，嗰啲係文戲啦。其實好嘅動作嘅劇照咧，就係梗係捉到最靚嘅動作啦，伸晒隻腳啊咁樣，你捉到嗰啲個噴泉咧，咁啊係一張好嘅相。Momo啊，你覺得拍一張好嘅劇照咧，喺邊個角度拍係最靚啊？應該係攝影機後邊咯。你就錯啦，源哥咧其實有佢嘅獨特嘅見解嘅，因為佢覺得咧，其實喺唔同嘅角度去捕捉鏡頭咧，你都會攞到唔同嘅效果出嚟嘅。哦。走位嘅問題咧就係梗㗎啦，呢個翻打位啊、摩打位要分清楚啊。個翻打位咧梗係攝影師㗎啦，摩打位咧梗係個助手㗎啦。尤其是我哋以前嗰啲校格啊嚇，咁你影嘅時候咧，側少少係冇問題嘅。其實動作係最難影嘅，尤其是李小龍啲咁快，任何動作咧個膊頭喐先嘅。你打人啊、走啊乜都係膊頭喐先。嚇，都係膊頭喐先，你一睇個膊頭喐一撳落去咧，都差唔多有90%。劇照係賣片嘅第一印象嚟嘅，咁劇照師傅咧，除咗要影低電影嘅氣氛啦，同埋意境之外咧，仲要將現場嘅工作人員嘅互動啦，同埋臨場反應咧，全部影低嘅，就係幫呢個電影嘅花絮更加有色彩。嘉禾出嚟嗰啲咧，老細咧就好注重宣傳，同埋咧以前咧佢邵氏淨係即係擺造型啊，咁啊影幾張咁樣去賣埠，而且咧就係嘉禾咧就即係注重先攞啲相片俾人睇啊、傾啊咁樣。嗰時未咁快有 trailer 出噶嘛，所以咧就靠啲相片，有咩卡士，同埋咧賣埠咧成唔成功咧都要靠嗰啲相片。其實劇照咧係一部電影嘅記錄員啊！你記錄佢個劇情之外咧，仲要記錄埋個導演啲心血。劇照師嘅崗位雖然唔起眼，但係佢哋嘅熱情同埋毅力係唔可以代替嘅。嗰啲後生仔而家咧好多都入行，唔做劇照，好少話做劇照，個個都係最想做攝影師。點解咧？佢話好似冇人尊重佢，即係唔留意佢喺現場咁啊！唔好睇小即係劇照呢個職位，佢可以影響好大嘅嘢。跟住我哋會介紹李惠文導演同埋美術趙純波先生呢對亦師亦友嘅拍檔，探索下導演同埋美術之間嘅從業之道。
好開心㗎。嗰年嗰啲年青人咧，好熱愛電影嘅，即係好多都係抱住咧就有啲中意電影嚟玩嘅。好多年青人同嗰個年代咧就係一班人咧坐埋咧就係唔翻屋企㗎，一日喺個公司度走來走去啊，一齊食飯啊，一齊玩啊。嗰個年代好熱愛電影啊！嗰啲年青人，所有啲雜誌啊買晒一大堆喺度，大家喺度傾啊，啲電影邊度好睇啊，攞晒出嚟大家研究嘅。但嗰個年代嘅電影咧，真係好，即係成班人咧都唔想翻屋企，都想一齊攞啲碟啊，攞啲帶啊一齊研究嘅。呢個阿邦就知道啦。首先一定要分享我隔離我呢個老師啊，其實佢帶我入行啊，呢個李惠民導演。咁啊，以前我哋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係乜都唔識嘅，其實拍電影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咁啊，阿李惠民導演咧就會教我哋乜嘢叫電影，咁同埋點樣係將一套電影咧應該咁講嚇，可唔可以咁講就係你要愛上嗰套戲先，即係你用心去中意嗰套戲，你有一個情懷投入去，咁你先做得好嘅。咁呢個係佢教到我哋嘅，即係學做電影一種心態。關於香港電影，其實嗰陣時大家心中都充滿住熊熊烈火㗎。趙老師喺李惠民導演嘅指點之下啦，同埋加上自己嘅努力，成為業內嘅表表者。喺近20年嘅從業生涯中咧，佢2度得到金馬獎最佳美術指導嘅提名啊，同埋佢為《無間道》啦、《新警察故事》啦、《寶貝計劃》等等經典嘅電影設計出各有特色嘅藝術風格。咁當然唔同導演有唔同嘅風格啦。咁其他譬如好似徐克啊，或者係林嶺東啊，咁佢哋係有佢哋嘅自己嘅電影嘅世界風格嘅。咁當然如果我要去學習佢哋咧，就最好嘅方法咧，我個人嘅方法就係咩咧？除咗做好自己美術之外咧，我就會參與同啲導演去畫一啲storyboard 分鏡嘅設計。咁透過咁樣咧，我哋就更加了解佢哋嘅世界咯。譬如自己做美術咧，係好中意參與storyboard 嘅最關鍵原因就係每一個導演有佢自己嘅優點嘅。譬如同一場，譬如一個殺手處理嘅方法唔一樣嘅，老爺方法唔一樣啦。李惠民導演又唔一樣，李惠民以情懷行先嘅。東省咧，林嶺東就以力度行先嘅。可能小東咧就要以飄逸行先，有佢嘅方法嘅。咁我嗰陣時幫佢哋做畫 storyboard 嘅時候，確實學咗好多一啲處理手法。加上同佢個深度溝通咧，你自己再處理自己一啲譬如場景啊、美術咧，你係會更精準。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唔錯嘅。你覺唔覺得趙純幫佢分享有啲似曾相識啊？呢啲咪就係英雄所見略同咯。其實咧，無論做咩崗位啊，如果想做得好、做得叻，就一定要打破思維框架。佢哋嗰陣時做美術嗰啲咧，佢哋好心思㗎，唔係個導演有咩困難咧，佢哋會幫你大家去解決個問題嘅。譬如我拍《新龍門客棧》嘅時候咧，甄子丹嗰件衫咧，全部打爛晒喺動作嘅時候，未拍文戲喎。我諗咗好耐，點樣有辦法咧？個美術咧就攞張白色嘅紙，將件衫從頭畫一次，俾甄子丹着住喺度，照樣拍特寫啊，拍晒 close up 嘅。所以佢哋本身嘅技巧咧係好認真嘅，幫你諗辦法。啲片頭片尾啊，佢哋攞啲筆去全部設計啊，大家一齊傾啊。個音樂點樣？嗰啲就係做音樂嗰啲啊，全部都係個個都係熱愛成個 team 咧。係面對咗呢個工作嚟做嘅，唔會話又聽日又唔見到佢啊，後日見到食飯一齊食，開工一齊開，好熱心啊！所有工作人員都除咗熱愛，團結呢2個字係我哋影圈經常講嘅説話。雖然大家喺唔同嘅崗位，但係形成一個 team 之後，就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好記得一句説話，以前佢啊、徐克啊，大家都同我哋講嘅就係做美術唔係淨係識美術嘅，你又要識咩咧？要識 graphics 啦，又要識一啲 geometry 嘅嘢啦，又要最好識啲建築嘅嘢啦，對音樂舞蹈又要了解啦，即係仲有 computer graphics 嗰時啱啱開始流行特技啊，你樣嘢你都要識，繪畫你又要識，色彩學又要識，咁嗰時令到我哋有一種真係求知欲幾重嘅一個氣氛，因為你做一套電影，你每套電影你唔知係咩題材啊嘛。你可能突然間依套係古裝講唐朝，可能下一套係講科幻未來，係咪？有啲唔同嘅背景，咁嗰陣時接觸嘅面咧，係令到你哋或者係佢哋令到我哋咧個求知欲係好大嘅。其實2位老師嘅諗法再一次不謀而合。
喺電影呢個環環相扣嘅工業體系中，每一個崗位都係不可缺少㗎。咁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一聽咁多位電影老前輩對於新一代嘅年輕電影人有啲點樣嘅寄望同埋期待啊！長記再做就係副導演，副導演做唔做到導演咧？咁啊睇嗰個人嘅質素啦問題啦。再有一個偶然嘅機會之後咧，出邊又要爭副導演，咁我就去試咗之後咧 ，OK 喎，將我所學嘅嘢全部攞出去，我原來係好 OK 嘅，若冇一定嘅咁樣咯，咁啊做到個副導演啦。要爭取每一個可以演出嘅機會，唔好理嗰個角色係大定係細，一定要有嗰種心理準備係，我願意付出多過我會得到啲乜嘢。香港電影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咧，有個平息期嚟嘅。其實希望好多年青朋友希望我哋要有種思維啊、創作啊、開闊個天地啊。從出生到死亡，我覺得有一個目標就係要學習。出邊嘅世界你係要試嘅，學多啲嘢，睇多啲嘢，先能夠應付啊！葉童、山哥、李惠民導演、趙崇邦先生分別喺影視唔同嘅崗位，喺佢哋嘅領域深耕細作，發光發熱。咁下一集咧，我哋會介紹電影呢個行業更加多唔同嘅工種，同埋香港電影人點樣順應時代嘅潮流，一齊拍住上。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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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電影人。